有妈妈跟我反映啊，说天气一热呀，我儿子就狂流汗，整天下来龟辛苦是操光生逼。我老公下班一进门，鞋子脱掉之后，咸鱼味不断飘出来。他一开口跟我说话，我都要倒端龟卡波，好，差一点就晕倒。胡医师啊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胡医师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天气这么热，小心香港脚会盯上你哦。两个脚的脚底经常又闷又湿，然后呢又痒到把鞋子袜子脱了猛抓呀，你知道吧？有香港脚的人就喜欢抓，然后呢一面在那里读着书，或者一面玩着手机，还一面在那抠脚，这是常见的事情啊。中药温和来远离香港脚，我们可以用什么？中药百部。例如说买个1两的百部，放在水里头煮开了，然后焖一焖，好，等它放凉了啊，或者放到比较温的时候，手脚可以放进去的时候啊，然后用这个水来泡，每天泡它个2个月，你看看香港脚就差不多都好了。或者是用醋水，醋水怎么做呢？一盆子水啊，加差不多1汤匙的白醋，然后呢也可以让香港脚变好。你知道香港脚是霉菌所感染的，香港脚的霉菌呢，它最怕的就是酸热干燥。所以你看有的人啊，他会说，嘿，你看我感冒了的时候啊，我香港脚就好了。对，他感冒了，他发烧了嘛，他一发烧了，香港脚就好了，这是热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刚才讲的用酸，就是用醋啊，这样子的话也用醋水来泡也很好，这是酸热。还有呢就是干燥，所以呢经常的让你的脚在干燥的状况，例如说洗完澡、洗完脚以后呢，把它擦干，然后甚至于用电风扇把它吹一吹，让它干燥。那这样子香港脚就不容易再发生了。除了这以外，还要加上一个最棒的东西，就是也不用醋，也不用干燥，也不用什么都不要。但是最好的方法，这就是忍功。讲到忍功，你说奇怪，这怎么？你看我讲个故事好了啊。就刚考到大学，立刻的就上了成功岭。那上成功岭这一段时间，差不多8个礼拜下来，没想到我脚本来很痒的就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啊，那个脚上就真的有香港脚，每天臭得个不得了。那可是我上了成功岭，每天都是把脚包在那个那么严实的那样子的一个鞋子里头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竟然的8个星期下来，香港脚好了。我后来就在这里分析，到底为什么我当时香港脚好了呢？等到一直延续到我读大学的时候，这一段时间真的都没有被香港脚所困扰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呢？后来想想啊，原来是怎么样，在成功岭这一段时间里面呢，每天就是从早操到晚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倒下去就睡觉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抠脚。所以平时啊，假如在读书的时候喜欢抠脚的人，你就拜托不要抠，然后呢就这样忍它一段时间，你看看你那个香港脚就好了，因此呢也就不痒了。那么这个香港脚啊，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为什么用泡脚啦，或者是用这个醋水泡脚，或用百部泡脚就会好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这百部也好，醋也好等等，它是杀掉表皮上面的霉菌。那表面的霉菌被杀死了以后呢，底下的真皮还要往上长，然后第2天再泡，第3天再泡，每天泡呢，上面的霉菌就一直都被杀死，而底下呢不再滋生新的霉菌，这样子这个病情就会好了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理啊。那所以呢，就忍功，再或者你也加上泡脚等等，那么你这个问题就解除了。其实我们身体的任何地方的痒或者湿疹啊或什么都是一样，越抓会越痒。你要忍住不抓它就好了。我记得我听过说皮肤科啊，就只有几个方法来治皮肤病。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止痒，止住了那个痒，你就不去抠它了，对不对？你一不抠它了，它就会好了，就这个意思哈。大概有些人经常熬夜或吃东西的时候呢，总喜欢吃辣一点啊，酥脆一点啊，口味重一点啊，才觉得够满足，才觉得有幸福感。或有些人抽烟的习惯，其实啊，这些习惯都害你在不知不觉的就嘴巴臭臭。提供你最简单的办法，办公室里头随时准备白豆蔻或丁香，嘴巴里面含一个白豆蔻或含一个丁香，不要把它搅碎啊，就放在嘴巴里面就行。口气清新又提神，还可以帮助消化。
中年以后的口水减少也会口臭，可是嚼丁香呢，可以增加这个唾液的分泌啊，就让嘴巴里面香香的。因此呢，中老年人更需要促进唾液分泌，就可以嚼个丁香来增加唾液，使自己脱离口臭一族。再来呢，穴位按摩的方法也可以，有一个穴位叫做大陵穴。大陵穴在哪里呢？是在手掌跟手腕互相交汇的这一条横纹，横纹的正中心这一个穴就叫做大陵穴。大陵穴这样子在这里压一压哦，压一压，它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泻心火，因为它是心包经的穴道，可以泻心火，可以这样清心降火、健脾化湿。所以呢，每天就在这里揉它个2-3分钟，就这样垂直的这样揉按啊，那就可以让你的口臭去掉了。例如，在针灸大成里面选了一个歌诀叫做圣域歌，圣域歌里头讲心热口臭大陵驱，就是讲这个大陵穴呢可以驱除这个心热造成的口臭，可以见效。你可以冲一壶热茶，帮自己根治口臭的问题。白豆蔻、银花跟甘草放在杯子里头，用热开水冲，冲完了以后呢，等它稍微凉一点，拿来喝呀，或者拿来漱口啊，都可以啊。只要办公室里头有一个马克杯就可以了啊。持续2个月，你说话都像喷了香水胖公公哦。学生呢，每天上课、下课，还有补习、安亲班等等，穿鞋的时间可能一天会超过10个小时。穿鞋的时间那么长，那脚呢就脚汗啦、湿热啦、脚气啊等等臭臭的哦，霉菌又是都在里头滋生长出很多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一定就容易得所谓的香港脚啦等等这些毛病。那臭脚丫很可能就影响了孩子们的人际关系。你呢或家人如果有脚臭或香港脚，可以用这个处方。这个处方呢就是土茯苓跟黄柏打成粉末，然后呢擦在脚上，或者是放在袜子里头也可以，这样就不必担心臭脚丫找上你了，或你家的小朋友了。炎炎夏日，脚汗容易散发异味，让人家很尴尬，尤其美眉们啊，那可以用茶叶水来泡脚，除臭的效果很好哦，不妨试一试。怎么样做呢？差不多2汤匙的茶叶，然后加1小匙的盐巴，然后用水1000cc 啊煮滚了，然后呢放个3-5分钟，熄火。等到茶叶水变得凉了以后，来泡脚，浸泡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，1个礼拜呢，大概泡个1-2天啊，就是1-2次啊，那就可以了。止手汗，中医的智慧可以根治啊。有粉丝问我啊，关于手汗的问题，现在来跟大家聊一聊，你或你身边的朋友有手汗的困扰吗？尤其考试的时候可麻烦了，连写字都把这个考卷都给弄脏了。另外呢，手摸过的地方都湿哒哒，像手机的荧幕啦，或者写字啊等等，都很不方便啊。连开个瓶盖都觉得有点困难，甚至跟自己的男朋友啊或自己女朋友牵手那个勇气都没有嘞，怕被嫌弃，担心别人的观感。因此呢，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，你到中药房去。糯米、龙骨、牡蛎各等份，也就是说各1两、各2两都可以啊。你让它给打成粉，打成粉以后呢，放在一个布包里头，当做粉扑一样来常常这样子扑，这个手上面的汗呢就会好很多，而且因为手汗没有了，手臭也就没有了啊。再来谈一谈体臭，同学都说我好臭，当心影响孩子的自信心。青春期的孩子啊，身体会臭，因为怎么样呢？青少年嘛，他精力旺盛啊，汗腺发达了，又爱运动，容易就有那种臭味啊，有体臭。平常在饮食和卫生习惯上，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做，就可以帮他避免体臭这样子的困扰。有好人缘，例如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你知道中医讲叫做后味，后味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味道非常重的，例如葱姜蒜啦、咖喱啦、什么酒啊、什么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呢吃得太重就会容易得体臭。我再跟大家提供一个中药痱子粉，
你知道大部分的中药痱子粉呢，都是用绿豆啊、华氏粉啊跟冰片。为什么用这些东西呢？因为绿豆可以消炎，华氏粉可以干燥，变得比较滑一点。另外加一点冰片呢，可以止痒。各等份就可以啊，这就是中药痱子粉。可是呢，假如是你想要让身体变得比较胖公公，可以用什么呢？可以里头加一点白芷，白芷是香的，它是兰花科的，所以它有香味儿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加点三黄，三黄是什么呢？三黄就是黄芩、黄连、黄柏这3个啊，叫做三黄，这些都是消炎解毒的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在刚才讲的绿豆华氏粉跟冰片里头呢，可以加一点这个，就让它有香味儿，又可以清热解毒。那么这就是很好的痱子粉了。再来跟大家谈一个香体茶，可以告别体臭的烦恼。这个方子呢，就是薏仁、佩兰、荷叶、香茹、陈皮，它的量我们看字卡就行了。药材洗干净，用水淹过药材，差不多2-3公分，然后呢，大火烧开了，转成小火煮差不多45分钟。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水呢，放稍微凉一点就可以喝了。1天喝1次，1星期喝个2-3次。那么要切记，这里面有香茹，香茹呢要温热喝是不好的，香茹要冷喝。所以呢，这个方子哈，就是冷着喝比较好啊。要不然的话呢，我的经验就是喝热的会泻肚子。谁才适用这个方子呢？只要有体臭问题，人觉得身体湿热的都可以喝。注意，脾胃虚寒的人就慎服，就是小心一点，不要喝得太过多。可以针对古人的智慧自制一个口齿清新的漱口水。这个漱口水呢，里头有藿香、佩兰、丁香、金银花、芦根和甘草这6味药呢，各等份，例如说就是3克好了哈，就拿3公克。然后呢，你把它给把它给打成粉状的啊，放在一个马克杯里头，然后呢，再用300cc 的热水冲泡。然后呢，等差不多15到20分钟啊，漱一漱，拿这个水呢来漱漱口，漱口可以帮助你清除湿热，降低嘴巴里头的异味。好，这里面的藿香、佩兰都是香的，丁香也可以改善口气。那么金银花呢，又能够清热解毒，芦根跟甘草呢也是能够清热解毒生津的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方子倒是蛮好用的一个处方，而且呢，它可以防口疮，修复口腔里头的黏膜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能够按赞加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